赖清德的这个国家内，他的党内看起来，党内有各种怪怪的声音。外对在野党非常多无敌星星了。国际，美国现在不待见赖清德了嘛？三重国奖，陈金飞也没在管你，陈金飞打理你赖清德，黄伟哲说就在完成。结论就是赖清德作为一个跛脚弱势领导人的时候，的整个民进党政府的威势一落千丈。11年以来第一次见到，在决斗情况高喊反中反共，竟然把民进党给压垮。在野阵营馆长高喊我是中国人，结果在野党大获全胜。这个案线好像在台湾又重新有点抬头。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为呢大罢免的挫败了之后，美国的依赖论大爆发，赖清德现在党内的批斗的风云呢正在呢慢慢的酝酿，但是呢要离开呢台湾呢寸步难行。一个刚上任1年的总统面临到超级重大的政治挫败，而他本身威信扫地，连他的前任最后都不是以挺他的名义出来去投那一票。更可怕的是外在环境的改变。依赖论的重点就在于他连过境都放弃了，全败的账一定是算在赖清德身上，你赖清德的领导力有问题，不会有第二种解读。那整个从第一线的观察，大罢免是一个很白痴的操作，反罢免的热度很大程度是罢免激发出来的。我们3月17号宣布要开办反罢免工作的时候，当赖清德开始发动团结实讲的时候，简直是神助攻，现场开始大家就有很强烈的共同话语，而且随着大罢免日程的公布，热度就烧起来了。赖清德的灾情导致民进党的动员能力严重削弱，民进党南票北补很重要的，虽然他们不能投票，但他们可以到罢免现场可以冲场面。另外很多北漂的乡亲他会主动去帮忙联系，可是我个人热情的扩散，还有你动员叫不到人，屏东队主要支援桃园还动员得到，但其他地方的动员呢人数极为稀少，这是台湾政治的悲哀，还有台湾的新闻台的悲哀。一个这么大的3立新闻台，它是顶流新闻台，它被他的群众绑架到有一个来宾被他当场 ban 掉，而且这个 ban 掉这次大罢免会大失败，就是因为赖清德把他的支持者变成亲德的鸟，简称亲鸟，造成的极端结果。府院党高层完全不觉得会有零这件事，结果连叶元之都3000票，还比他当选的时候差距更大，低的投票率却拉出更大的实体票。这个在我们政治学的分析里面是有非常强的意义的。青鸟社群生鸡蛋没有，放了一堆鸡屎，臭不隆咚的。青鸟社群的极限动员就是27%。为什么是极限呢？因为它的仇恨值拉到最高，可以有自发性的青鸟，是女性的青鸟，而且呢是从这个我们一般说的小姐姐到阿姨到阿上，全年龄层光谱的覆盖，然后都去呛叶元之，而且做成实体伤害，吐口水、打手机、对人家挥空拳，直接现场跟骚、强制罪。整个民进党第一时间的反应依然在抗中保台。曹兴诚认为民进党不够力，这是中共渗透的结果。巴炯直接说，因为有很多陆配回来投票，导致结果崩盘。林右昌出来说，蓝白用政策买票，痛批违法违宪。那为什么政策买票呢？因为依然是围绕在抗中保台嘛。整个青鸟社群的极端化，完全限缩它的可能性的扩散。他们更加依赖青鸟去提供这个动能。明明青鸟在内缩，可是它的动力不足的时候，它不是去外找，因为一旦外找，青鸟就散了，而且会到处攻击你，所以它就更加限缩。这形成一个死循环。就明明要往外找，现在骂他要死，那如果你去内找了，你还是要死，那这不就一根筋2头堵了吗？结果竟然赢到这种程度，但依然没有在形式上打败对手，只有在这个内涵上面确实是压过了对手，是依然没有在形式上压垮。到了2025年这一次大罢免，在民进党高喊反共护台，这种蕴含反中反华意识的反共，就反共等于反中等于反华，因为巴炯嘛，馆长高喊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是中国的情况之下，结果竟然依然大获全胜，好像在台湾又重新有点抬头。案线是我们11年以来第一次见到，在决斗情况之下，把所谓的在高喊反中反共的情况之下，竟然把对方给压垮了。这一次黄国昌跟馆长站到了呢这些的所谓的街头运动的对立面，同时馆长呢直接他从上海回来了之后，我认为他的调性上面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身。没有去上海以前的时候呢，他所有的所谓的台湾人中国人的论述都纯粹是嘴巴上面，可是上海那趟的行动，我说是一个成功的转身，那个转身就转过去了。回来了之后，他有了一个实体接触的论述，他大声的喊出说我是中国人，而且要把台湾人变成中国人。这个论述呢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发挥了怎么样的效应，在一个传播媒体的台面上面大声的宣称自己中国人了，一天到晚讲的大概只有我只是回到一个历史血缘跟一个文化基础上面，我不要异化。我说你可以不亲共，
但是反共没有道理，就是以现在的国际以及他本身在大陆的治理的成绩，你要反，这都是一个自我催眠而已。这一次黄国昌跟馆长对抗中保台来讲，为什么抗中保台的走了10年了之后会在此刻大崩盘？11年以来，我们到底得到什么实体的成绩？这里面有2个大的因素，一个是中国崛起的这个物理因素，它透过各个方方面面不断在渗透到台湾，但是前期你当然可以透过宣传的方式把它压下去，并且在一次的得胜当中验证这个道理。可是你在验证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缺乏实体支撑啊。10年的得到的其实就是当赖清德走进了嘉义民雄的无人机园区的时候，结果提供这些零部件的厂商叫 T Motor， 然后公司的厂址在英雄之城南昌，这是个巨大的笑话，Made in China。所以结论就是馆长他知道自己的优势，所以借了这个，他透过这样把它释放出来，这真的是完全改变台湾舆论市场。现在在讲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没什么压力了。可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在舆论战场的当中，要表现出一个对于两岸关系的平衡论述，那个太困难了，那个心魔跨不过去。格局现在下来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了，我认为接下来会有几个余波荡漾的一个效应。政治上显著的出现第一个赖清德的彻底跛脚，这个跛脚是内外国际3重跛脚。内对内，他的党内他压不住，党内有各种怪怪的声音，虽然还在强行删除当中，可是再怎么样，你任命的林右昌就是垮了。对。陈亭妃也没在管你，陈亭妃疯狂发灾区照片嘛，就简直就打脸你赖清德没在救灾嘛，打脸你赖清德，黄伟哲说救灾完成嘛，现在21天断续那是台南学甲区的嘛，陈亭妃是把它发出来的，所以内压不住，外对在野党这一党都无敌星星了。可是除了这31个之外的，是你本来就发动不了的，要么不分区，像韩国瑜这种，要么就是金马，这你根本拿他没辙嘛，你想罢都罢不掉，因为根本第一阶段就过不了。所以无敌星星接下来蓝白大展拳脚的时候，你根本没得打，因为他完全不怕你恐吓，你再跟他讲再多什么，你要尊重中间选民啊，把绿色的包装成中间选民等等，而且甚至这个区域的民进党的初选的对手都会害怕啊！我靠个温书我靠算，我还花那个钱干嘛？我还干嘛来选？就大家会萎掉，就是这些现在已经被巩固，尤其我刚才讲大胜的国民党的立委，他的未来的对手挑战会更弱。这次比如说还会有被质疑的，比如说罗廷伟或者牛许金，而且你还助长了国民党原本极为贫乏的造血能力。因为国民党本来造血能力很弱，新血上不来，但是因为上一次呢来了很多新的这一种立法委员，都是新血，都是45岁以下的这种，属于在政治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这种状况，结果这些人本来都相对比较不稳固，结果全部被你打死了，所以杂质没有打掉啊，倒是把国民党的心血夯死了。国民党大概10年之内，短期之内没有所谓的换代的一个危机感，所以你还制造你的这个在台湾的政坛里面，就是你的外部敌人，国际你赖清德所给出来的资讯根本不确实，削弱了你的信任值，再来你根本 hold 不住，所以直接反映的结果是，美国现在不待见赖清德了。本来还可以谈说到底要过境纽约，还有这个德州。抗中保台这张牌从太阳花之后呢，被高举无坚不摧，但是在这一次它被摧毁，而摧毁它的带头的是馆长。馆长大声的喊，因为他过去一直是绿营重用的网，不管蔡英文也好，等等，总而言之，甚至于呢帮国军啊做反共一些宣传啊等。而馆长过去的角色是这样，当你今天民进党绿跟白不能够合作，而且绿表现的一定要歼灭白的时候，那个仇恨值已经拉满，白对绿的不信任表现在这一次呢国民党的罢免案里面，白的动语是很诚恳的，而且是很全面，对，很努力的。赖清德基本上在国际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地位了哦，这一点是很严重啊，因为当年还有格达费啊，现在连格达费都没有了。当年这个美国的霸权在全世界上，它还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我们当然可以说美国是世界的流氓嘛，但事实上一体两面嘛。你说他世界警察虽然是美化他，但整体来讲有一个暴力的秩序存在。所以在这个新的一个秩序混沌当中呢，赖清德作为一个跛脚的，而且是一个很弱势的一个领导人的时候，他的整个民进党政府的威信呢是一落千丈。那这个一落千丈对于台湾未来啊，在国际上不是只有跟美国谈判啊，是跟全世界所有地方谈判的时候，你都很难再有一些开拓跟这个发展。跟蔡英文在全世界上，他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形象，不管是造出来的，或者他真的有形象，但至少他有一个威信在。否则的话，为什么他退休之后，赖清德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啊，如果假设龙哥这个关税帝君给你托梦，好，那完蛋，我就问一个问题，那请问欧盟跟你谈你要几趴？请问接下来日韩跟你谈你要几趴？不是几趴问题啊，他可能连 LP 都没有了。